秦建岳，法院判了，你该道歉。我盯着那张法院判决书，指尖不受控制的一直在发颤。上一次法院判我连续15天公开道歉，所有人都以为我会被逼到绝境，可只有我自己清楚，这15天是我唯一能光明正大亮出所有真相、夺回一切的机会。你别再拖了，判决写得很清楚，删除侵权内容，连续15天公开赔礼道歉。梁哥，要不算了吧，秦姐心里有气，我能理解。你就是太善良，才会被他欺负成这样。赔礼道歉的内容需要你们审核吗？当然按这份声明发。你笑什么？写得挺顺。我先问律师。宋律师，判决要求我连续15天公开赔礼道歉，但没有附具体道歉原文。只念判决书已经载明的事实和法院认定部分。对，理论上可以，别加入新的评价，别扩展未经认定的事实。听见了。秦女士，最好全程保留视频原稿和发布时间截图，避免对方后续争议。好。秦建岳，你又想耍什么花样？法院判我道歉，没判我背你写的小作文。你别逼我。你可以继续说。梁哥，别吵了，秦姐愿意道歉就好。秦建岳，你想清楚。大家好，我是秦建岳。根据法院判决，我需要连续15天向梁百川先生公开赔礼道歉。第一天，我向梁百川先生道歉，不该在法院尚未完全支持我全部主张的情况下，直接称他与女同事阮晴女士存在长期不正当关系。判决书同时载明，梁秉川先生与阮晴女士存在多次酒店同住记录、特殊金额转账记录及大额礼品消费记录。你敢碰手机，我马上报警。以上内容均来自判决书原文，我的道歉从今天开始。删掉。判决要求公开道歉，我正在公开。你那叫道歉吗？开头、中间、结尾，我都说了道歉。秦姐，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法院已经判了，你还要把我拖出来吗？你有什么冲我来，别为难他。秦建岳，你马上删掉，否则我让律师起诉你2次侵权。梁哥，单位群里有人转了。大家别乱传。秦建岳，你到底想要什么？执行判决。法院也没判你忠诚。你不删，念念的抚养权你别想要了。想拿女儿抚养权威胁我，你做梦！姐妹什么时候更第2天的？我搬好小板凳了。第2天继续道歉。建岳，我们毕竟有孩子，你这样闹对念念有什么好处？你出轨的时候想过他吗？我说过我没有出轨。那我明天继续按判决书道歉。秦姐，我知道你恨我，可梁哥真的很爱念念，你别把大人的事情。你给他买过生日礼物吗？去年他生日，梁秉川说单位加班，判决书里那天的酒店记录你也在。那是工作接待。明天我会道歉到这段。走。秦建岳，你一定会后悔的。慢走。视频我看了，暂时安全，后续每条发我心审。第1天就这么精彩，后面14天我蹲了。模板函，威慑用，今天稿子先发我。删掉出轨，改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异性保持超出普通同事边界的往来。妈妈，昨天同学妈妈在群里发了你的视频。有人跟你说什么吗？陈浩说我爸爸和漂亮阿姨住酒店。你害怕吗？
大人的错不是你的错，别人问你，你可以说不知道，也可以让他们来问老师。爸爸真的会跟那个阿姨结婚吗？妈妈不知道。那他还会要我吗？念念，你不是谁要不要的东西，你是你自己。我来送念念上学。念念，爸爸带你去吃小馄饨。今天我送。秦建月，你别把孩子当筹码。你继续发视频，我会申请变更抚养权。你昨晚给孩子打电话，让他劝我删视频，也是为了他正常生活。梁秉川，别再单独联系孩子谈大人的案子。妈妈，我不想跟爸爸走。上学快迟到了。秦建月，你叫孩子恨我。不该在未经法院完全支持的情况下，直接将所有特殊金额转账定义为婚爱赠与。判决书载定，梁秉川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阮晴女士多次转账，金额包括5200元、13140元、66000元，其中部分款项用途双方存在争议。本人尊重法院认定，并继续履行道歉义务。秦建月，你满意了？阮晴被骂到去医院了。如果他因为我的合法道歉造成严重后果，你可以举证。你现在真可怕。你还没见过更可怕的。昨天爸爸给我打电话，我录下来了。因为他误会爸爸了，会影响爸爸工作。爸爸工作没了，就没办法给你买东西，也没办法送你上好学校。念念，你帮爸爸劝劝妈妈，让他删掉，好不好？你不是一直想让爸爸妈妈好好的吗？只要妈妈停下来，爸爸会常回家看你。妈妈，我没答应他。你做得很好。这个很重要。后续如果他争抚养权，可以证明他试图把孩子卷入父母纠纷。孩子相关内容尽量不公开，只在诉讼里用。第3天，我继续向梁百川先生道歉。有事儿？秦建月，你还有脸问？你把我儿子害成这样，还躲在里面当缩头武功！妈，你小声点儿。我小什么声？他不要脸，我们梁家还要脸！再骂一句，我报警。你报啊！我看警察管不管婆婆教训儿媳。妈，别闹。你这个女人心太狠，百川就是跟同事走近点，你就要毁了她一辈子，是想让念念以后没爸吗？男人犯错是应酬，女人追究是回家。我就是来看看孙女，她不让我进门，还报警吓我。家庭纠纷也不能上门辱骂骚扰，婆婆也要守法。警官，我还要备案一件事。梁秉川昨晚联系孩子，要求孩子劝我删除正在执行判决的视频。秦建月，你别激动。奶奶是不是讨厌我？他做错了事，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第3天，我继续道歉。本人再次声明，以上内容均来自判决书，未成年人不应被卷入成年人纠纷。第一次觉得，这场仗我不只是为自己打。你昨天提到房款，我查了你之前给我的材料，梁伯川去年购买那套公寓的首付款，有一笔来自你们夫妻共同账户。去年3月17日，夫妻共同账户转出88万。3天后，阮晴名下一套公寓完成首付款，我拿不出完整证据，
反而成了造谣。能起诉返还吗？可以准备，先查完整电路，别急着公开。是我母亲去世后留给我的一部分存款，是我和梁念未来的保障。梁百川把它转出去时，跟我说的是买短期理财，真蠢。第4天，我继续向梁秉川先生道歉。判决书载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账户存在大额资金转出，该资金用途双方仍有争议。共同账户的事儿，你别碰。为什么？什么用途？秦建宇，你现在执行律师。12年夫妻，你把88万转走，没告诉我。我只是把账算清。配文是别人送的心意也能被说成罪名。有人问他，心意开发票吗？梁百川那边可能会反苏，注意别被激怒。知道。妈妈，我今晚能和你睡吗？妈妈，我站你这边。不用站队。可爸爸让我选。那你就选自己。他入职1年内调整过3次岗位。我不做定性，只提供材料。上一世我每次都急着证明他坏，结果别人只看到我的愤怒。这一世，我只给证据。秦建岳，你来我单位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毁了我？判决书是我写的吗？那些都是家庭纠纷。岗位调整也是家庭纠纷。建岳，我们谈谈。律师在场可以谈。你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我太好说话。秦姐，我求你了，别再闹了。我只是一个普通员工。普通员工会参与领导项目审批材料整理。那是临时协助。那就让纪检核实。你一定要逼死我吗？阮女士，你如果身体不舒服，可以去医院。如果认为我侵权，可以起诉。如果要在单位大厅哭，建议先想清楚周围有没有监控。秦建岳，你真冷血！你们哭太多，我只能冷一点。第6天，我继续向梁木川先生道歉。涉及单位内部管理事项的材料，本人已通过合法渠道提交核实。这些牌不能一起打，要一张一张出。妈妈，喝水。妈妈，你会赢吗？会。那你怕吗？怕也要做。梁百川暂停部分项目审批权限，配合内部核查，第一口气终于达到了他的命目。别急，他现在被暂停审批权限，情绪很容易失控，所有沟通走文字。账户名叫陈文山。陈文山是阮晴的姨妈，她名下有一家空壳咨询公司，去年给梁炳峰单位做过项目服务。秦建岳，你非要把我逼死，我被暂停权限，对念念也没好处。你现在收手，我可以不追究你公开视频的事儿。你别忘了，房贷、孩子学费，你妈当年住院的钱都是我扛的。他把我卖房剩下的钱混成共同账户，又在2年后转走了88万。第7天，
我继续向梁宝川先生道歉，不该在证据尚待进一步核验时直接认定婚姻关系存续间的大把额资金旋转移。判决书采在，双方共同账户存在88万元大额转出，后续财产争议将通过诉讼程序另行处理。另行处理，这4个字杀气好重。88万共同账户转出，建议严查。他可能会拿孩子、老人、单位调查一起逼你和解。秦女士，我是梁秉川的表哥，叫梁启明。你开门，我跟你聊2句。秦监狱，女人闹到这个份上，最后也落不到好。你别给脸不要脸！你报警抓我亲戚，让所有人离我家远一点。妈妈，爸爸是不是要没工作了？他没有资格怪你。今天奶奶给我同学妈妈打电话，说你想害死爸爸。康老师把我叫过去，说大人的事儿让我不要听。妈妈明天去学校处理。你别跟他们吵。我不吵。骚扰证据。梁念妈妈，昨天确实有家长在群里影射你们家的事儿，我已经提醒过，能把记录给我吗？群聊涉及其他家长隐私，我不能直接转发，但如果后续有司法程序，我可以配合学校提供。我理解。梁念这2天情绪还可以，只是课间喜欢一个人待着。这句话比网上那些骂声更疼。这是我写给学校的情况说明，核心诉求只有一个，不要让孩子被同学围观议论。如果有人传播成年人纠纷，请学校按校规处理。你果然来学校告状了！老人家，这里是办公室，请您控制音量。他把我儿子害得停职，还要来害我孙女没朋友，你们学校管不管这种妈？梁女士，我已经提醒过你，不要再到孩子学校传播家庭纠纷。又露营？你除了露营还会什么？还会起诉。你在家长群传播我家庭纠纷，诱导未成年学生议论梁念，涉嫌侵犯未成年人名誉和隐私。今天先正式通知你停职，请您出去。吓唬谁？我儿子被他害成那样，我说2句怎么了？谢谢你帮我增加证据。梁念妈妈，你做得对，谢谢你护着他。第8天，我继续向梁伯川先生道歉，不该在公开表达个人遭遇时，忽视网络传播可能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影响。判决书处理的是成年人之间的名誉权争议，未成年人不应承担父母纠纷带来的议论和指责。梁百川发了一份和解方案。怎么回？让他重新学数学。正式一点。不同意。我来写。上一世他也是这么说的，热度过去后大家都忘了，可我忘不了，梁念忘不了。以前他一句重话就能让我整夜睡不着，现在他骂我还得经过律师归档。妈妈糊了，是好消息吗？算是。那今天可以加一个煎蛋。我真的没有做坏事，我只是努力工作，尊重领导，却被人这样造谣。有些礼物是正常人情往来，有些酒店记录是工作安排。我一个女孩子被全网扒照片，真的活不下去了。第9天，我继续向梁秉川先生道歉。判决书解密，梁秉川先生与阮晴女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多次酒店同住记录，相关记录是否基于工作安排，双方意见不一。若认为本人侵犯名誉权，可依法起诉。说，你满意了吗？
阮晴只是想解释。我也只是继续道歉。你少装，你明知道网友会怎么骂他。他开直播前也知道网友会怎么骂我。梁秉川，别再让我看见你们拿弱者身份做盾，真正被你们推到前面的是梁念。你想怎么样？离婚，分割财产，孩子跟我，你和你家人停止骚扰，那就法院见。有些人所谓的一起扛，是他犯错，你替他背。妈妈，我能进来吗？老师让写我的家人，我不知道怎么写。你想怎么写都可以。我的妈妈最近很忙，她每天都在整理很多纸，她说纸可以保护我们。这样写可以吗？很好。第10天，梁宝川申请了禁令。他要求你停止发布与他相关的视频，理由是网络暴力已经影响他的工作、生活和精神状态。会通过吗？他需要证明你的内容违法，现在难点在舆论后果，而不是你发布内容本身。我需要准备什么？原始视频发布前审核记录、判决书对应页、评论区恶意言论截图。我们证明你没有引导网暴。以前我觉得谨慎很累，现在才知道谨慎是给自己留门。法官，我现在每天被陌生人辱骂，单位也因为他的视频暂停我权限。他名义上道歉，实际在煽动网友攻击我。我方发布内容均来自生效判决书及依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并且多次提醒未成年人不央被卷入纠纷。相关视频发布前均经过法律审核。即使内容部分属实，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持续扩大影响。生效判决要求我方连续15天公开赔礼道歉，对方既要求公开，又要求停止公开，存在逻辑冲突。秦建岳，你发布视频的目的是什么？履行判决。你是否有引导网友攻击对方？没有，我每条视频都暂读判决书或说明诉讼进程。评论区出现的辱骂，我没有点赞，也没有置顶。你敢说你不是故意的？请不要打断。上一世，我最怕他这样看我；这一世，我只看证据来。第10天，我继续向梁补川先生道歉，不该在表达个人遭遇时让公开内容被部分网友解读为对梁补川先生的道德审判。本人再次说明，视频中涉及事均以判决书载内容及诉讼材料为基础。本人不鼓励任何人对当事人进行辱骂、骚扰或人肉。赢了一个小节点，但别松，后面他会转向抚养权。妈妈，爸爸给我发消息了。妈妈，我可以回他吗？你想回什么？爸爸，你想我可以跟妈妈说，不要让我传话。你做得很好。他开始绕过我，直接拉孩子，而这一次，梁念没有走进他的圈套。梁念爸爸在校门口说要接孩子去医院看奶奶。别让孩子出去，我马上到。我接自己女儿也要经过你批准。你提前告知了吗？我妈病了，想见孙女。哪家医院？什么病？病历呢？秦建岳，你现在连老人都要防。你母亲3天前还在学校办公室撕律师号。念念是我女儿，我有探视权。我们还没离婚，探视权这个词用早了。你要接她，先和我协商。你非要当着外人让我难堪？是你把外人带进来的。好，那我们就当着老师说清楚。秦建岳，你这几天公开视频把孩子害得同学议论，现在我想带孩子离开这个环境，你还阻止，到底是谁在伤害？老师，门卫师傅，麻烦你们做个见证。梁秉川多次试图通过孩子影响成年人纠纷，今天未经协商到校接走孩子，我不同意。你要把事情闹到学校？是你来的学校。我只是想见女儿，她妈妈现在情绪偏激，我很担心孩子。你今天接孩子，跟孩子母亲协商过吗？父母纠纷不要影响学校秩序，孩子在校期间接送按学校登记和监护人约定执行。第11天，我继续向梁秉川先生道歉，不该在处理成年人纠纷时使孩子被迫承受额外压力。本人再次说明，任何成年人都不应要求未成年子女传话、劝说站队，更不应未经协商改变孩子日常学习安排。
妈妈，我今天很勇敢吗？很勇敢。它不是证据，它比证据更重要。材料挺全，律师帮忙整理的。你真起诉了？嗯。秦建月，你想清楚，离了婚你就不是梁太太了。我从来不靠这3个字活。你以前明明很爱我。是，所以你才能伤我那么久。孩子我不会让给你。法院见。财产你也别想全拿。法院见。你除了这3个字还会说什么？会提交证据。放手！这里是法院门口。现在真让我恶心。彼此。第12天，我继续向梁秉川先生道歉，不该在婚姻关系尚未通过司法程序处理完毕前，用网络表达取代法律程序。今天，本人已就离婚、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事项一提交材料，后续争议以法院审理为准。建月啊，妈以前说话冲，你别往心里去。博川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都瘦了。你们夫妻一场，有什么不能关起门来说？梁女士，你3天前在学校骂我，妈那是急了。你还撕了律师函。我不懂法。现在懂了吗？你到底要多少钱？我要法律该给我的。你别太贪心，女人离了婚带孩子，名声也不好听。博川肯哥哥给你20，已经很照顾你了。这段录音我会交给律师。这是哪里？我们的家。爸爸呢？他可以来看我，但不能住进来吵架。好。妈妈，你可以把它放进你的文件夹吗？为什么？它也是证据。证明什么？证明我想跟你住。第12天，他终于把刀对准了我最怕失去的人。准备应诉。心理咨询评估。念念，今天放学后，妈妈带你去见一个老师。什么老师啊？心理咨询老师，他会陪你聊聊天。是不是因为我有问题？不是，是因为大人把事情弄得太乱，需要有专业的人帮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我不想说爸爸坏话。不用说谁坏，你只说自己的感受。第13天，我继续向梁秉川先生道歉，不该在成年人纠纷中使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受到外界关注。本人已就婚姻、财产及子女提交司法程序，关于未成年子女的信息，后续不在公开视频中展开。孩子不是任何一方争夺舆论同情的工具。你好呀，我是饶老师，我们进去聊聊天好不好？秦女士，请进来，我跟你聊几句。孩子有明显焦虑，但表达能力很好。他反复提到一点，害怕被迫选择爸爸或妈妈。我明白。如果进入抚养权争议，我建议尽量减少让孩子接触诉讼细节。他已经承担了很多成年人情绪。妈妈，饶老师说我可以不选。对。可是法院会让我选吗？法院会听你的想法，也会看谁更能照顾你，你不用替大人做决定。那我想跟你住也可以吗？可以。他不是想要孩子，他是想要一个能拿捏我的筹码。只要妈妈停下来，爸爸会常回家看你。来得正好。夫妻共同账户转出88万，钱进入陈山咨询公司。陈山咨询收到款后，向陈文山个人账户转出76万。陈文山再向阮晴母亲转出70万。
这能证明钱进了他房子吗？还差最后一环，我们需要银行流水和购房资金来源说明，但这条链已经足够申请法院调查。申请。第14天，我继续向梁秉川先生道歉，不该在财产证据尚需司法机关进一步核验时，对部分资金用途作出公开判断。本人将通过合法程序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争议，不在公开视频中披露未成年人及第三方个人隐私。那是我们以前的家，餐桌是我挑的，蛋糕店是我找的。建月，我们真的要闹到这一步吗？我承认我有错。可我和阮晴不是你想的那样，男人在外面，有些场合身不由己。你现在把我工作也搞没了，气该出了。我们离婚可以，但孩子别带走，你一个人照顾不了他。前半段认错，后半段抢孩子，一句话都不浪费。妈妈，如果法院让我见爸爸，我可以只见一会儿吗？可以说你的想法。他会不会哭？可能会。他一哭，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大人的眼泪不是你的责任，奶奶的眼泪也不是吗？也不是。我不仅要赢官司，我还要把梁念从他们那套情绪债里救出来。第15天，我向梁秉川先生完成最后一次公开道歉。依据生效判决，本人已连续15天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内容。每次视频均保留原稿、审核记录和发布时间证明。本人尊重法院判决，也将继续通过法律程序处理婚姻、财产及子女抚养相关争议。最后，再次向因本案受到影响的未成年子女道歉。成年人之间的错误不该由孩子承担。15天道歉到此结束。意料之中。现在的策略很清楚，拖住道歉执行，制造你不服判决的印象，同时在抚养权里说你利用网络攻击他。我们怎么打？ 3条线：第一，证明你完整履行评判决；第二，证明他及家属骚扰、拉扯孩子；第三，推进财产调查。陈文山那边呢？调查令已经递了。妈妈，我作文得了优秀。梁念这2天状态好多了，谢谢你，康老师。妈妈，你今天还要道歉吗？不用了。那你赢了吗？赢了第1段。后面还有吗？还有。那我陪你。你负责好好上学，好好睡觉。不同意，现阶段只接受白天短视探望，这是保护孩子稳定。这句话他说过太多次，每一次都能变成证据。你想进去吗？你在外面等我吗？我就在旁边。他说了什么？他说，爸爸现在只有你了。他把一个成年男人的孤独塞进10岁孩子怀里。妈妈，爸爸说他很可怜。那是爸爸要处理的情绪。他说如果我不陪他，他就真的没人了。他开始卖惨了。
妈妈，我以后还要见爸爸吗？如果法院安排，你可能还会见，但我们会换更安全的方式。我可以让老师在旁边吗？可以争取第三方在场。最后一环接上了。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钱，她在几浙商公户里转了一圈，最后变成阮晴公寓的首付。可以起诉返还，也可以在离婚案里作为梁秉川恶意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重要证据。阮晴会怎么说？大概率说不知道资金来源。陈文山呢？说咨询服务真实存在。起诉，我准备材料。秦建月，那笔钱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永远不说真相，只说你想错了。15天公开道歉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后续婚姻、财产、抚养权争议均已进入司法程序。涉及未成年人隐私及第三方个人信息的内容，本账号不公开披露。本人反对任何形式的辱骂、骚扰和人肉，我会继续用法律解决问题。妈妈，这道题我不会。你笑什么？没什么。我们先假设全是鸡。双方都到了，先确认一下，对于离婚，双方是否同意？同意。我不同意。我们感情基础很深，只是最近矛盾激化，我愿意改，也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女方认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男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异性存在超出普通同事边界的往来，并涉嫌不当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分居，互信基础丧失。所谓不当往来和财产问题，目前没有生效判决认定。女方长期通过网络发布视频扩大矛盾，才是夫妻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关于抚养权，双方的意见呢？孩子跟我有稳定工作和更好的经济条件。男方目前因单位内部核查暂停部分权限，工作稳定性存疑。女方长期负责孩子日常生活、学习和医疗事务，孩子主要照料关系亲。我只是暂时配合核查。你上周探望时对孩子说：“爸爸现在只有你了。”这属于父女之间正常情感表达。记录显示，孩子因此出现明显焦虑反应。我们要求后续探望由第三方监督。你连我和女儿说话都有监视，请控制情绪。这些只是资金往来，不能证明男方恶意转移。所以我方已申请进一步调查，并保留另案起诉权利。秦建月，你真要把我往死里逼？我只是把账拿回来。那房子跟我没关系。跟法院说。你以为你赢定了？你偷拍视频，煽动网暴，情绪偏激，孩子跟着你，只会被你带成一个满脑子仇恨的人。这是孩子最近的作文。他写，纸上写的是规则，我教他的不是仇恨，是规则。建月，如果我把阮晴那套房子处理掉，钱还回来，我们能不能别闹了？不能。为什么？因为钱只是其中一件事。单位核查结果快出来了，有人向我透露，梁博川项目审批里还有一笔咨询费问题，金额比88万更大。这对财产和抚养权都有影响，但别在网上扩散，让单位和主管部门走程序。明白？
妈妈，今天是不是发生大事了？爸爸单位出了问题。他会坐牢吗？现在还不知道，要看调查结果。那我是不是应该难过？你想难过就难过，想生气也可以，你不用按别人觉得对的样子反应。如果他变成坏人，他还是我爸爸吗？是，但他是你爸爸，不代表你要替他的错负责。简月，让我见念念一面。按约定申请探望。我只是想把相册给他。放门口。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12年，当然有旧情，可旧情不能抵消伤害。离开。如果你还想让念念有爸爸，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旁边咖啡店见。不要去，我知道。他在做情感挽回素材，小心他发网上。你现在回应会被拖进情绪战，我们等法院。我犯过错，也愿意承担，但婚姻里没有绝对的坏人。我等了他2个小时，他没有来。建月，回头吧，念念需要完整的家。我只是想要一个弥补女儿的机会。我同意依法探望，但探望需要第三方在场，地点固定，时间短时过渡。我是他爸爸，不是犯人。男方多次对孩子进行情绪施压，已有服务中心记录和电话手表录音。现阶段监督探望更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稳定。女方长期阻挠父女接触，导致孩子对父亲疏离。孩子日常生活、学习和心理状态主要由女方维护，男方及其家属多次进入学校传播纠纷，反而造成孩子焦虑。你是否愿意先接受3个月监督探望？我不同意。那进入审理程序。秦建月，你现在连我当爸爸的权利都要剥夺。你可以当爸爸，但你不能拿孩子当救命绳。别怕，情绪崩溃不等于不适合抚养孩子，我们用持续照料证据反击。可他们会拿这个做混账。秦建月，人有痛苦很正常，你不是因为痛苦输掉抚养权，你会因为谁更能稳定照顾孩子来赢。好。妈妈，我听见你说抚养权，他们是不是说你不好？有些人会这么说。那我可以告诉法官，你每天都给我做早饭吗？紧张吗？紧张。正常。我还爱他。家庭可以修复，是网络舆论让我失去理智。原告利用网络制造热度，导致孩子被议论，情绪曾经崩溃。旧账号文字可以证明。网络视频源于生效判决履行，发布前有律师审核。旧账号情绪文字发生在单位调查。收玉川目前接受稳定性存在重大不确定，孩子长期由我方当事人照顾。你认为孩子跟你生活的优势是什么？稳定，我能提供稳定的生活安排，稳定的学校衔接，稳定的情绪支持。他不需要替我传话，不需要安慰我，也不需要在我和他爸爸之间站队。你是否愿意保障父亲探望？愿意，在不伤害孩子情绪稳定的情况下，我愿意配合依法探望。你说的好听，你就是想让念念恨我。请遵守庭审秩序。服务成果在哪里？需要向第三方调取。我方已经申请调取，现有材料显示，服务内容空朴，
款项流转与阮晴购房首付高度吻合。本案择期宣判。表现很好，会赢吗？抚养权很有把握，财产要看法院认定比例，离婚问题不大。秦建月，你以前不是这么狠的人。我以前也不是这么疼的人。需要调整工作时间配合法庭吗？暂时不用。那就把项目接回去，你的能力没问题。不是所有人都会拿你的伤口当笑话。准予离婚，梁念由原告秦建月直接抚养。我不同意。如不服判决，可依法上诉。想哭就哭吧，还没完。可以哭，哭完继续。终于不用再把每一口气都憋着。妈妈，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你跟妈妈住。那我今晚可以睡自己的床吗？可以。爸爸还可以来看我吗？可以，但会有人陪着。那就好。谁呀？工作消息。妈妈，今天可以吃草莓蛋糕吗？可以。三方互相撕扯，阮晴说不知情，陈文山把责任往梁秉川身上推，梁秉川说那是咨询服务款，上一世他们站在一起说我造谣，这一世钱一摆出来，清白先散了。亲姐，你现在满意了吧？别叫我亲姐。我承认我收过礼物，可我也是被梁秉川骗了。他说你们早就没有感情了，说会离婚。88万呢？房子是我妈办的，我真的不知道。那就让法院查。你能不能放过我？我工作没了，房子也可能没了，我以后怎么办？松开！我还年轻，我不能毁了。我女儿10岁，你们把她拖进来时，想过她以后怎么办吗？妈妈又赢了吗？又赢了一段。还有吗？还有生活。生活也要赢吗？要慢慢过。离婚判决已生效，孩子由我直接抚养，财产毁还案一审胜诉。感谢关注，请不要打扰孩子和任何无关人员。妈妈，你不更了吗？不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过自己的日子了。那明天可以去公园吗？可以。钱都拿到了。
你现在满意了？这是执行结果，不是情绪结果。念念最近好吗？很好，她还愿你见我吗？按探望安排，他会见，前提是你别再说那些让他有负担的话。我知道了。这句话来得太晚，晚到我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波动。如果当初我没有把事情做绝，我们会不会还有机会？梁百川，我们早就结束了。我真的后悔。那就把后悔用在以后对念念好一点。可账单已经结清。妈妈，今天康老师夸我演讲好，讲的是规则和勇气。这么大的题目。妈妈，快来看，草莓开花了。它会结果吗？会。要多久？慢慢等。妈妈，你在看什么？以前的一段视频。还难过吗？不难过了。那就好。作业写到哪儿了？1年了，我终于把该道的歉道完，把该打的官司打完，把该拿回来的东西拿回来。